走。敌人爪子太硬，撤！撤！快点！快走！小林子，多谢于观主出手相救。哼！明知我为林平之而来，就不必虚假客套了。告辞。不送。师傅，不能放走这个狗贼。师叔，是他们。两位施主，请留步。师叔，就是他害死了昆仑派的谭敌人。晚辈华山令狐冲，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老衲法名方生。原来是少林方字辈的前辈，晚辈身受重伤，礼数不周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少侠不必多礼。哼，很了不起吗？打击少林方丈便是方字辈的。师叔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如果真的有伤，又怎么会杀了谭兄？哎，少侠，能否让老衲瞧瞧你的伤势？德诺，带几个人四处查看一下。是，师傅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娘，来，师娘。肯定是令狐冲，他知道我们要去福建，所以特地派人埋伏在此处，想赶尽杀绝。爹，师兄，师妹，冲儿不会这样的。冲儿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师傅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个荒村。
大家都受了伤，若敌人再来袭击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？少侠，你不是华山派的。在下的确是华山派的，是华山掌门岳不群收的第一个门徒。可你为何又练了一身邪派的内功？一言难尽。师叔，谭兄死的蹊跷，你一定要为他主持公道。姓谭的恃强凌弱，见色起意，死有余辜。你敢强词夺理！哎，谭师侄乃是中毒身亡，不知施主贵姓，与五毒教蓝教主又如何称呼？本小姐姓任，和蓝凤凰素不相识。姓任，原来是黑木崖圣姑，失敬失敬。方前辈，谭地人是误食我的鲜血才中毒身亡的，这事儿跟任小姐没关系。姓谭的对我无礼，我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灭了昆仑派。莹莹你，我不想为难二位，二位放下武器，随我回少林寺，等方丈师兄发落。方生前辈，那还啰嗦什么？动手吧！少侠好剑法，前辈冒犯了。想不到风清扬前辈的剑法，如今居然尚有传人，实乃武林幸事啊！前辈认得风师叔？在我早年行走江湖时，曾受过风前辈的恩惠。你既是独孤九剑的传人，必不是妖邪一派。独孤九剑，风前辈没告诉你这套剑法的名称吗？倘若今日不传授于你，这套剑术用不了多久就会随我一起埋入黄土。本座就对不起独孤前辈了。想必风前辈是不会在乎这些粗枝末节的。这是我少林治伤灵药，你服下吧。晚辈的伤，非药师可医，就不糟蹋灵药了。你的伤势确实古怪，若要保住性命，恐怕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大和尚，你快说。我少林寺有一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，名为《易筋经》，应该能治少侠的伤势。只是要修炼这门内功心法，讲究缘法。我方丈师兄胸襟广大，或能与少侠结缘，传此心法。太好了，你的病有救了，咱们这就动身吧。且慢。《易筋经》乃少林寺不传之秘，也是正派的武学最高心法。令狐少侠若不和魔教划清界限，恐怕掌门师兄不肯传授。大和尚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令狐少侠本来就不认识，只是碰巧遇到而已。你好好治病吧，咱们就此别过。
后会无期。令狐少侠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又是名门正派的高弟，切不可与妖邪一流为伍啊！大师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只是我亏欠莹莹的太多，若为了贪生怕死而辜负她，此生良心难安。老衲好言相劝，少侠三思啊！大师恩义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咱们圣公号令群雄，杀人不眨眼，是谁惹得他这么伤心难过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坏了任大小姐的名声。哎，怎么敢搬罗儿逃啊？你疯了吗？不练易筋经你会死的，自然是你性命要紧。走。哎呀，那我问你，那我要真跟方生去少林当了和尚，你怎么办？只要你心里有我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做和尚也好，还是跟别人在一起也罢，我就都不在乎。只要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我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。你不在我身边，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不想练什么易筋经，就算和方丈大师练的燕仙术又有什么意思？我就想现在跟你快快乐乐的守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
一个人都没有。他娘的，着了岳老儿的道了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想要和你求证一下。数月前，上官云曾到云南总坛找我要黑木令牌，说是你派他去的。我奉日月神教东方少使之命，前来取回教主信物黑木令牌。可有此事？我从未对上官云提起过黑木令牌的事，更别说在五毒教手中了。上官云是神秘人。小桃红说是教中长老，我又被神秘人袭击，才联想起此事。此事先不要声张，莹莹还在他们手中，得先设法救出来。没用的东西，拿不到剑谱就算了，居然把任盈盈给放跑了。属下该死。桐柏川的姘头知道你的身份样貌，你居然留他活到现在。属下疏忽，我这就去杀了他。本座已经替你料理了他，否则你早被东方不败识破了。有一件事我很好奇，我已经传你《葵花宝典》的身法，你告诉我，谁还能把你打败？是令狐冲，他一定是练了辟邪剑谱，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一刻就像做梦一样。冲哥，你上少林的事儿就别再说了。我只想剩下的日子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咱俩正邪不同路，你同我在一起，一定会被天下人所唾弃的。这一步走错，可就再难回头了。这可不像我们任大小姐说的话。你怎么学起老和尚念起经来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正邪自在人心，并不在人的眼睛里。就算天下的人都要阻拦我，都要取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同你在一起。你要是没中这些五花八门的毒就好了。这样等咱俩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什么绝世武功都不会了，还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，那该多好。但是我不中毒，又怎么能遇见你？怎么让你来救我？我只愿呀，只想现在多跟你做一些开心的事。等我死了，你也好留个念想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这样死的。那天在河边，你说让我嫁你为妻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愿意吗？
但是我快死了，会拖累你做寡妇的，你不后悔啊？你不后悔，我就绝不后悔。那是回光返照，要是他再次复发，那就是无药可治了。是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有梦幻想黑夜头白昼，校园相亲只剩一人游，画中灯影残旧，行走和空候，小心渐渐依稀情深幽。浪淘沙，风铃下，煮酒一杯情思量，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沙。心中好，休枝桠，儿女如岁梦牵挂，前世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这儿这么美，死了葬在这儿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不许乱说话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上官长老，
怎么搞成这样？属下参见少师。不必多礼。上官长老在河南遭遇了嵩山派的高手，被他们围攻，他拼死才突围出来。嵩山屡次坏我神教大事，都是属下无能。上官长老安心养伤，待夺到辟邪剑谱，第一个就挑了嵩山派，替上官长老报仇。属下多谢少师。这些天，你让朱雀监视上官云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什么发现，他没有丝毫的异常，也没和任何人接触。看来干等也不是办法，咱们得引蛇出洞了。主人召属下前来，不知何事。你的伤势如何？托主人的福，已经好了许多。杭州那边怎么样？没有任何进展，老家伙依旧不肯松口。带他来黑木崖见我，我要亲自审问的。你是说，把老家伙放出来？你到底是谁？上官长老，你藏得好深呢。哼，上官云，束手就擒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不要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！走开！别像说话呀！大哥，上官云，你可别胡来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掐死他！神秘人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要背叛神教？废话少说，让开！让开！
令狐少侠，你醒了。风声大师，我在哪儿？莹莹呢？这里是少林寺，你神志刚刚清醒，以后慢慢再说。莹莹是不是受伤了？老衲在山门外发现你时，并未见到任小姐。你的性命暂时算是保住了，但是老衲功夫有限，只怕不到1年，你的内伤又会发作。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我司主持方正师兄内功渊深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属下无能，暴露了身份，请主人责罚。拜见方正师兄。这位便是令狐少侠。阿弥陀佛，少侠请坐。请。听说少侠剑术精绝，深得华山前辈风老先生的真传，实乃可喜可贺呀！大师过誉了。少侠受伤之后，为人所误，致使体内注有多种异样真气，以外力强加你少侠之体。虽然能延一时之命，则实乃饮鸩止渴，为患更深。老衲无能，致增少侠病苦。哎，若非大师出手相救，我早就一命呜呼了。风老先生昔日与老衲有大恩，老衲此举亦不过是报风先生恩惠于万一。易筋经是必派的内功秘药，数百年来非有缘不传。就算是本派出类拔萃的弟子，若无福缘，也不得传授。晚辈无此福缘，不敢妄自所求。不然，少侠是有缘人，少侠是风老先生的传人，这是第一缘。少侠
到我们少林寺，则又是一缘。少侠不习易筋经，便会丧命，则又是一缘。令狐少侠福缘深厚，老衲亦深感欣慰。师弟，你心神执着，一切事物拘泥实相，无空、无相、无作，这三解脱门的道理都未曾参透，对生死这一关你就看不破。师兄教诲的是，多谢两位大师。自大魔祖师以来，易筋经只传本门弟子，此例不能在老衲手中而破，只需少侠投到我少林寺门下，若不嫌弃，少侠就归我老衲门下，为国字辈弟子。少侠为我方丈师兄的关门弟子，不但得窥易筋经的高深武学，就连师兄掌握的12般绝技，亦可量才而授。那时少侠定可光大本门，在武林中一放异彩啊！前辈恕罪，晚辈身属华山派门下，不便领头名师。少侠，你眼下已不是华山弟子了。什么？数日前，岳掌门已通告武林，将你逐出华山派门墙。啊？你确定上官云劫是小妹，是往这个方向去了吗？我们五毒有五毒的方法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就别跟我来。哎，我信你。这是上官长老从扶桑国上人手中给我买来的火铳，专门给我防身用的。这是上官长老从扶桑国上人手中给我买来的火铳，专门给我防身用的。
必派逆徒令狐冲，秉性顽劣，屡犯门规，更结交妖孽，与匪人为伍，为维系武林正气，兹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墙。自今而后，该逆徒非必派弟子，其我正派诸友共诛之。令狐少侠，你与黑木崖上的人交往，原是不该呀。大师，晚辈罪孽深重，求大师赐我一死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纵是十恶不赦的奸人，只要有悔意，佛门也不拒之门外。少侠还年轻，一时失足，难道就没有自信之路了吗？今后少侠在少林门下痛改前非，武林之中也不见得有人能与你为难。阿弥陀佛。晚辈既不容于世，也无言开头明白。令狐少侠，此事有关你的生死，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大师慈悲，感激不尽。晚辈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办。就此。这。
这寥寥无几，怎可轻易传给外人？只要大师肯救他性命，任盈盈任由少林寺处。你就让他走了。令狐少侠执意要走，老衲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阿弥陀佛。你救不了令狐冲。咱俩约定作废，你还拦着我干什么？当时施主和老衲的约定，老衲以易筋经治令狐少侠的伤，你答应留少林寺10年，可对？不错。可是现在令狐冲并未修习易筋经，令狐少侠不肯学，并非老衲不肯收。你。前辈，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！摘了些野果给您下酒。来，晚辈陪你喝一杯。你身为少林高僧，你还跟我一个小姑娘耍赖皮，
你也不害臊。施主位高权重，浑身戾气，还是留在少林寺修身养性的好。方丈，你抬举我了。若说凶残和势力，我哪比得上东方不败啊？东方施主凭一己之力重振日月神教，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。只是如此一来，正邪战火重燃，天下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那如此说来，应该把东方不败带入少林才是啊。老衲早有此意，只是东方施主行踪飘忽，就算请到他也未必肯来。方正大师，不如我把东方不败叫来，让你度化了他，这样日月神教和武林正道握手言和，岂不是功德一件？施主当真能请到东方少使来？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这就去黑木崖把他叫来。且慢，不必劳烦施主，施主修书一封，我命人送到黑木崖即可。阿弥陀佛。小朋友，有心事啊？想起一位红颜知己，恐怕此生无缘再见。好香的酒啊！你就是令狐冲？两位找在下何事啊？听说你勾结魔教妖女任盈盈，盗取辟邪剑谱，绝无此事，休要狡辩！华山岳掌门已经通告我，见到叛徒令狐冲，格杀勿论。今日我们兄弟二人就要为武林除害。前辈，多谢你的美酒。令狐冲性命在此，有本事尽管拿！吸星大法！快走！
小兄弟，前辈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不知前辈高姓大名？老夫日月神教左使向问天。前辈，你可知道任盈盈的下落？原来，你所说的无缘再见的红颜知己，便是圣姑了。唉，小情侣闹些矛盾，打什么结？老弟何必如此悲观？来，咱们喝酒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我身受重伤，最多活不过1年了。什么样的伤势如此严重？难道无人可医了吗？我怀疑神秘人将小妹和莹莹就囚禁在黑木崖。这是黑木崖的构造图。朱雀姑娘，寻找他们2人之事，就拜托你了。我并非神教中人，为何不交给贾长老、桑三娘处理呢？神秘人在教中势力强大，如今敌暗我明，就连上官长老他都……实不相瞒，在教中，我已无可全心相信的人了，所以还要劳烦朱雀姑娘了。教主，那你们……我和东方少使要前往追踪上官云和神秘人的下落，你自己在黑木崖，千万要小心。你的内伤虽然离奇，但并非除了易筋经，便无法医治了。前辈不必安慰小子，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年轻人不惧生死，固然难得，但若有一线生机，为何不牢牢抓住？被父骂没有而死，难道真的如你所愿吗？令狐大侠，你还要继续演戏吗？你真的勾结魔教？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就是为了和任盈盈远走高飞吗？不错，我若能活命，便可向师父证明我的清白，我便可重回华山，还可和圣姑长相厮守。前辈，我的伤当真可医吗？什么前辈晚辈的，听着就烦。你叫我大哥便是。晚辈不敢。怎么？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便瞧不起我这魔教中人了？大哥执意如此，小弟定当奏命。来，来。哥哥这次要去救一个人，若能成功，必能治好你的内伤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件事也是利用了你，恐怕要吃些苦头。做人仁义为先，就算大哥不是为我医治，我也必会鼎力相助。好兄弟，大哥就知道没看错你。大哥此行要救的，莫非是一个大夫？此人乃是一绝世高手，他所练的神功，不亚于少林的易筋经。大哥向你保证，
若他肯出手相救，定能治好你的内伤。我去电话等你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，教主？不然咱们回去吧，别再趟这趟浑水了。教主，自从我们和这个东方使者绑在一块儿，我们姐妹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老教主留下的黑木令牌也被他们日月神教之人夺了去。尤其是你，几次三番的死里逃生，先是中了30脑神丹的毒，后来又被神秘人打伤，我们何曾有过半点好处啊？那神秘人武功高不可测，你若只身前往，终究是会送了性命啊。朱雀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但是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前去。倒是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你一个人在黑木崖终究不妥，若是神秘人的党羽对你不利，也无人与你有个照应，你还是先回云南总坛吧。教主，你大可不必冒这个险。东方少使与你还未完婚，他还不算是你的夫君啊。我和他有血誓之约，他早晚会是我的夫君。就因为血誓之约，你就认定了他？教主，你聪慧一世，为何此刻如此糊涂啊？这血誓之约，都是前辈那里的传言而已，你大可不必相信啊。那日，在衡山刘府，我命在顷刻，他突围前来，从五岳剑派手中把我救出，自己却中了左冷禅的寒冰掌。那一刻，我便认定他了。你啊，还小，哪懂得什么生死之约啊？放心吧，有东方少使在，我不会出事的。凤凰，我还是想一个人走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是现在连小妹也被神秘人抓走了，我不想连累你也出事。其实最可怕的事情，不是发现敌人武功比你高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敌人在哪。我不想你一个女孩子跟着我冒险，所以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。这是我们五毒教养的时懂情义，他的夫君刚刚被踩死，他定会循着他夫君的味道去替他报仇，不会独自留下。还愣着干嘛？
这个方向好像是通往杭州的。听上官云说，杭州裘进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得快点了。希望咱们赶得及才好。嗯。向大哥，那日顶苍霜剑，说你用的是吸星大法。我这点微末的功夫，哪比得上吸星大法呀？这是我自创的法门，只是一些移花接木、借力打力的小伎俩而已。将敌人的内力导入地下，但是与我自己呢，却没有半点好处。原来如此。梅庄之中高手如云，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，一切听我安排。两位驾临敝庄，有何贵干？嵩山、华山门下弟子求见江南四友。我家主人不见客。五岳盟主令旗，孤山梅庄和五岳剑派素无瓜葛，阁下这是何意？二位不必紧张，左师侄的令旗只不过是证明我二人身份的信物而已。这么说，阁下是左盟主的师叔？在下童化金，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。那这位就是华山派的门下？这位是风二中兄弟，是当今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的师叔。啊，风兄弟的年纪虽然比岳不群小了几岁，但却是风清扬师兄的堂弟。风清扬？对，也是风师兄独门剑法的唯一传人。请。哈，风兄弟，请。两位，请。两位请在此等候，待我去禀告陛上。两位请坐。好。风兄弟，你瞧这幅画，看似稀松平常，但其中蕴含的气势确实不凡呐。此幅画似乎蕴藏着剑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位兄台眼光不凡啊，能从我的画中看出剑法。这位是嵩山派童爷，这位是华山派风爷，这位是梅庄四庄主丹青生先生。不知二位远道而来，所为何事？我和风兄弟来到梅庄，是为了找四位庄主打一个赌。打什么赌？赌梅庄之中，无人能胜过我风兄弟的剑法。哼，没兴趣。送客。二位请。嗯。
这幅画是北宋范仲淹的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真迹。四庄主，请过目。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，你是从何处得来？我们要是输了，这幅画送给四庄主。这二人此时前来，绝非偶然。大哥，不要多生事端了，赶他们走吧。可他们手里面有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真迹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二弟，你去一趟，看看他二人究竟是何目的。大哥。二位兄台，这是我二哥黑白子。见过二庄主。二位是要以《西山行旅图》作为赌注了？啊，在下还为二庄主准备了一部棋谱。哼，你也会下棋？哈，不瞒二庄主，在下生平最喜欢下棋。30年来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寻访各种棋谱，古往今来的各种名局，倒也记得不少。记得哪些名局啊？比如王志在烂柯山预先所见的棋局，还有刘仲甫在骊山预先对垒的棋局，还有这些神话，焉能信得呀？在下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直到25年前遇到刘仲甫和骊山仙老对垒的棋局，实非凡人所能啊！你当真见过刘仲甫的偶血谱？全部120招，倒也尽数记得。走，到我的棋室，摆给我看看。下一步怎样？下一步，二庄主认为，下一步应该下在哪儿呢？童兄，这可是偶血谱，难道你真让我二哥偶血不成？哼！妙啊！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二位有备而来，不知为我大哥和三弟又准备了些什么？哈哈哈哈！
这是唐朝张旭的帅义帖啊！这是真迹，真迹啊，是真迹！哈哈哈哈三弟，不得无礼。要和各位赌斗的是这位风兄弟，三庄主可别找错了对手啊！我大哥呢？给他准备了什么？在下还有一部广陵散的琴谱。请问，倘若梅庄之中果真无人能胜风兄弟，又当赔什么赌注呢？风兄弟追求武道巅峰，与当世高手印证剑法。倘若我们侥幸得胜，转身便走，什么都不要。原来风兄是来求扬名来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演武堂比试一番。风兄弟剑法高明，佩服。此番比试已分胜负，还请风兄移步后院，我们继续切磋。听说二庄主这个棋盘可是个宝物啊，能收各种兵刃暗器。童兄当真博闻，佩服。请二庄主赐教。
童爷，二庄主吩咐，让您在此处等候封爷。大哥，华山派的风兄弟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里面请。请啊。大哥。老夫黄忠公未曾远迎，恕罪。晚辈来得突然，还请前辈见谅。风大侠能连胜我3位贤弟，剑法高超，老夫佩服。哎，侥幸得胜。前辈要在此较量吗？我这把老骨头了，恐怕抵挡不了风大侠一剑。不过，毕庄还有一位剑术高手，风大侠若能胜他，这场赌局就是你们赢了。大哥，哎，这什么画？你说这幅画，这是我家主人的。这位前辈性情比较古怪，不愿见人，需带头套前往。在里边。
向大哥，我们要救的前辈就被关在这儿了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他便是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。任我行？那不是莹莹的父亲吗？正是。莹莹对我恩重如山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救出任前辈。好兄弟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若能战胜梅庄四友，他们贪图宝物，定会带你去和教主比武。你将这颗蜡丸交给教主，他自会明白。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刃，到时候会派上用场。我想你和教主替换身份，先助他脱困，等教主神功恢复，我们二人再回来救你。果然妙计。小子，剑法不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华山派风二中。没听说过。任先生，这位风爷是华山剑宗前辈风清扬的堂弟，剑法之高，当世少有啊。难怪，得到了风清扬的真传。我们弟兄四人都是风爷的手下败将，任先生剑术虽高，恐怕也不是华山剑法的对手。想借老夫之手料理强敌是吧？想得倒美！老夫10年没有动剑了，剑法忘得干干净净。你们都滚吧！哎呀，听说任前辈当年纵横江湖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唯独怕我堂兄风清扬一人。放屁！还听说啊，任前辈有个外号，叫望风而逃。这个“风”字呢，指的就是风清扬了。小子，你不用激我。唉，既然前辈吓破了胆，咱们也不用比了。不过前辈的外号得改一改，不能叫望风而逃了，得叫闻风而逃。放肆！比就比，老子还能怕你不成？任前辈请。领教华山派剑法。不相上下，果然很厉害。
人前辈盖世神功，在下认输。冯大侠，愿赌服输吧，咱们这就去见童爷。任先生，您老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，我们兄弟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冯兄弟，真是剑术高明啊，在下佩服。走。姓童的，冯二中已经败了，难道你想反悔不成？哈哈哈哈！三庄主，你多虑了。接着，大哥，咱们先走一步，告辞。大哥。骨骼震碎，是被人以刚猛的掌力所震死的。二哥，肯定是那姓童的干的。对呀，这打狗也得看主人吧。大哥，要不去追他们？走。死了2个奴才而已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这妙哉，妙哉呀！你看，教主。蓝凤凰手里的那条红蛇能够追踪到你，你身上是否有什么印记？绝对不能让东方不败和人我性碰面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明天让我扮成你，去引开东方不败。神秘人潜伏多年，教中势力肯定根深蒂固。是我低估他了。他既然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取日月神教，那干脆给他算了。你跟我回云南总坛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教主也可以给你。任教主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绝不能让日月神教落入奸人之手。蓝姑娘对我情深意重。东方无以为报，可惜大业未成，实在不敢顾及儿女私情。神秘人练成葵花宝典，暗中又有无数的党羽，你是斗不过他的。我担心的正是这个。他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之势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秘人的踪迹。不必再借助火王之力。
蓝姑娘，来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答应你什么？立刻赶回云南，不再参与江湖斗争。为什么？那你呢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把我给甩开。东方不败，你不要以为把我推开就能表现你大丈夫、大英雄的行为。我告诉你，我蓝凤凰也不是等闲女子。难道三生脑神丹毒性又发作了？静心凝神。自从你救下我的那一刻，我就跟定你了。你逃不掉的。我知道，可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。你不能因为我前功尽弃。不成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东方少使，不要躲躲藏藏了，赶快现身吧！上官长老，念你对神教立有汗马功劳，你若弃暗投明，我定会从轻发落。
动手吧！投降吧！你为什么要掩护神秘人？为什么？东方不败，你自负智勇双全，其实是有眼无珠，偏要跟任我行那个无情的老毛头卖命。不过这2个人已经回来了，现在，这地牢这么热，谁把人间被关在里面呢？老夫生平快意恩仇，杀人如麻。求居湖底，一身通天彻地的神功，不免与老夫枯骨同宿。不知老夫之能，遗憾是也。老夫神功精要，留于此处。后世小子习之，自可纵横天下。当令丹田常如空香，横似深谷。须知空香方可储物，深谷始能容水。丹田中若有丝毫内息，便即散于人脉诸穴。为何跟我师父教我的内功心法恰恰相反？若常人练此功，无异于自废内力。想必任前辈被困在此多年，怒气难消，故意捉弄别人吧。丹田有气，散之人脉；如竹中空，四骨横虚。我伤重难愈，全因体内有多种异种真气无法排出。此口诀教人散去内力，于别人是祸，于我却是大大的福音。丹田有气，散之任脉；丹田内息，散于四肢。丹中之气，分诸八脉。吸星大法，你是人我行。
出江湖，若想报仇，来孤山梅庄便是。恭喜教主功力尽复。教主，咱们该去救令狐兄弟了。好兄弟，最多时间半个月，我们定会回来救你。不忙。可是我答应过令狐兄弟。本教主自有安排。刚才我故意放出消息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。我不但内伤痊愈了，内力还大大增加，真是因祸得福啊！任先生，这几日天气炎热，您老人家身子可好啊？任先生，我给您带好吃的来了。接着，任先生。晚辈求您之事，不知任先生考虑的如何呀？任先生，来，前辈一世英雄，何苦在这地牢中受罪？只要您肯将吸星大法传给晚辈，我一定助您脱困呐！前辈。当真能帮我脱困？千真万确。倘若你练成神功，再反悔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前辈传授神功，我便是您的弟子，我怎敢做欺师灭祖之事？好，每次带一瓶酒，带一只鸡，我便传你4句口诀。如此甚好。丹田有气，丹田内息，丹田内息，散之人脉，散于四肢，散于四肢，如竹中空，膻中之气，膻中之气，四股横虚，分柱八脉，分柱八脉。谢前辈。好好背熟。是，弟子3日之后再来看您。散于四肢，分柱八脉。这神秘人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让沙关云心甘情愿赴死？你想说什么？今天我在上官云身上闻到一种香味儿，是胭脂的香味儿。什么意思？这个香味儿是杨总管平时所用。
你的意思是说小妹是神秘人？这不可能啊！小妹她不会武功。再说这胭脂满大街都是，上官长老说不定是从别的女人那儿沾惹上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小妹曾经告诉过我，这个香料是她亲自调制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她自己使用。那也不能证明小妹就是神秘人。你想多了。可是她……好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黑白子想偷学吸星大法，我要用这口诀好好逗逗他。也不知过了多少天，向大哥怎么还不来救我？刚刚收到飞鸽传书，上官长老正在来此途中。上官长老怎么会亲自前来？不只是他，连主人也来了。主人。前辈，我家主人今日便到，定会对您不利呀！还请前辈传授口诀，弟子好救您离开。时间紧迫，前辈就别犹豫了。好，我传你口诀。多谢前辈。丹田有气，三至人脉；丹田内息，三于四肢；丹中之气，分主八门，如主中宫。前辈，四入心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啊。啊！新大法，前辈，饶命啊！把门打开，我饶你不死。听说任我行重出江湖，还杀了峨眉四老中的三老，竟有此事！任我行还放出话来，说自己就在孤山梅庄，想报仇的尽管去找他。是吧？主人大驾光临，属下未曾远迎，罪甚罪甚。黄忠公，你可知罪？任我行是如何逃出去的？绝无可能！任我行此时就被关在地牢内。不久前我们四兄弟还去地牢里看过他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还在狡辩？那你们现在去将他带来见我。是是。哦。
二哥，二哥，追！主人，任我行，逃走了。快先把二弟放下，追！阁下好快的身法！哼，人我行呢？不知道。令狐兄弟，向大哥任前辈。好兄弟，委屈你了。你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我正愁找不到你，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老夫10年未见天日，就想弄清楚一件事：你到底是谁？交出吸星大法，我让你死个明白！手下败将，还不吸取教训吗？放屁！老夫当日要不是被五岳剑派围攻受伤，就凭你，也能偷袭得手？老家伙，还没玩够吗？让你尝试一下葵花宝典的厉害！快交出吸星大法，否则本座让你生不如死！教主，我来迟了。